余生9月完结，肖战杨紫本该出演仙侠剧，网友们的言论惊为天人。爱慕第28条在权威宣言后延期，适合喜欢当下情调的人群。毫无疑问，遗憾的是，综合考虑，28的男女主角是杨幂和徐凯，一个是红了很久的小姐姐，一个是脸红了圈子。入驻横店且节目安排一致的年轻替补，两人的突出地位可以说是近来讨论最多的。象征戏剧化的热门节目可能已经引发了很多讨论，但现在必须改变它。感觉今年接近尾声的28号余生的运气最好，但没想到两人大概不会在同一时间交流。大都市情绪最值得关注的一般信息显示，从年初开始如此漫长的道路，你的余生的巨大后果是正常的。尽管他从1990年开始拍摄，但他需要2年时间才能完成审计计划。然而，这并不影响他让 Mango 成为明星的可能性，这也是舞台暂停的动机。这是因为我相信付出努力是值得的。肖战和杨紫的组合并没有失去前面提到的28个聚会的流量。虽然余生的剧情很精彩，但并没有真正的分开。然而，从本质上讲，一份体面的唱片通常取决于2位伟大的艺人。在节目的传输过程中，依赖人群相信这对夫妇可以在一起直到生命的尽头。由于9月份的时间已经排满，估计两人会在仙侠秀上联手。我不是小精灵的承诺看起来很靠谱，但网友们却一直在敲门。这背后有2种解释。我不是小精灵在站内爆红，第一，创作者有幸调剂，还是诚心力在设戏？全文有500多个部分，第一，作者用了大约2年的时间完成了作品。从书名中应该可以看到第一部作品发展就是道，这显然是一个现实，但英雄宁愿不成为小精灵，因为他是人类，所以他遇到了一个名叫谢不成的男人。与其结婚，有了孩子之后，我需要高兴地告诉他，但我宁愿不被他杀死，因为他需要利用杀死他的另一半的名义来证明他的道德分离。所以这个世界产生了一个永恒的人，他看到了痛苦，别人努力成仙，他却只需要报仇雪恨。第一个文字是模范具有女子辉煌的手指双纹，并没有双向赛跑到悬线。勇敢的女人与其他人分开，完美没有被挑选出来。巧妙的设定让她在连载的时候在站内就广为人知。创作者石京的变身业力并不可怕，最近才完成的《宁阿如梦》由白鹿、张令和主演。两人要引爆了，节目还没送走呢。两人之间的崇拜最先传开，众人纷纷表示可以早点捶打。这一次我不是小精灵的 IP 版权可能会被新力拿下。它丰富而强大，是敏感模特的起源。马上，这项工作看起来很棒，但直到存在夫妇结束时才完全合适。2大不死传奇主动出击，大号女强人在剧中扮演各个角色，有后续的比赛太少见了。基本上小说还是仙侠的幕后花絮，所以对于主动打过这个班的2人来说，如果你在短时间内再努力一次，就没有挑战。杨紫已经有了紧密烟单，肖战的玉骨遥控器同样配备了播出，而且文字内容是针对女主角的，所以所谓的场景功能确实值得商榷。也许演员自己不在乎，但两端的狂热分子却不在乎。当关山一念这个靠谱的说法一出，就因为女主刘诗诗的位置在海报上已经不是特别突出了。一次又一次的掀起波澜，直到事态表明它变成了一部固定剧，才考虑缓和一点。老实说，我之前没有为粉丝职位支付大量利息，但是现在粉丝职位就像神一样。任嘉伦的呼唤在败王中排名第1，而李沁在剧中的戏份也不少，也正确的引起了不满。如果2能够相互适应，它需要成为平台和团队需要对等的东西。毕竟可以确保他们在同一框架内，但可能性并不是那么顺利，最终取决于剧组是否吸引演员。那么，您是否需要他们再次成为展示情侣？02庆余年2开拍，肖战变了，网友还在追寻独一无二的锻造。
自《庆余年》第1季结束后，许多人都在寻找着第2季的开始。展望了很长一段时间，这里到底是几英里？《庆余年2》准备开拍，在准备期间，他还激发了目标市场的胃口。有很多古装剧，演技在线，除了年轻演员的全新时代。老实说，网友们和老演员一起玩是会上瘾的。您可以在广播范围内看到他。《庆余年》一炮而红，剧情一流，以剧集为主。诸多疑点因素使得目标市场站的后续剧情不得不考虑。没有传闻第2季将开始拍摄。据网友爆料，主演名单已经确定。可怕的信息之一是剧中的2个角色可能会被替换。在爆料中，最先被取代的是肖战。对于一个高人气明星来说，如果肖战换了，万里预测如果第2季开播，会损失一大波狂热分子。对肖战来说，在前面的《陈情》成名之后，肖战就和以前不一样了。肖战已经是了，现在肖战的日程肯定是满满当当的。如果肖战老老实实演不下去，也无可厚非。不过狂热分子还是希望肖战不要再被取代了。更新肖战的可能是杨旭文。如果杨旭文代替肖战，他的名声现在不会再低了，目标市场也不再有很多意见。但是杨旭文能不能很好的发挥这个功能，现在已经不是，因为其实他肖战的出场能力并不好。因为第1季的开始，肖战在目标市场的心中有着深厚的影响力。预计网友对此可议论纷纷。张慧雯，网友表示收获变难了。我们先来测试一下李沁的出场能力。她把一个易受伤害的年轻女孩描绘得淋漓尽致。她演的照片已经深深地印在了网友的心中。如果贸然转换，现在效果真的不会太好了。赛季结束后，网上传出李沁将缺席，新人选为张慧雯。目标市场对张慧雯非常了解，而且她的出场能力也很合适。如果她老老实实更新李沁，万里预测现在很多网友都不会再买了。然后是分数会下降的《庆余年法》第2季。总而言之，老实说，现在引渡演员不再是明智的选择。不能说变身演员的演技不好，可以说每个人都喜欢独特的锻造。要是老老实实换张若昀，那《庆余年》第2季就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拉出来出现了。他坏了。为什么现在有几部剧集的续集观众不接，而且认可度也很差，尤其是和演员转行有很大关系？网友们早就给靠谱的言论留言了，希望有独到之处将出现。你需要说什么？你可以离开评论。03陈情令云梦姐弟重逢，宣录新剧开播，10年老歌演情侣。1999年，黑马作品《陈情令》上马，资金量不再大，因为当时的主创团队已经不知名了，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在它上线之前对其进行建设了。另外，它是根据网上相当有名的文章《魔道之主》量身定做的，独树一帜的狂热者认为唱得不好就长此以往。同一时长内最出名的是雷佳音、易烊千玺主演的《长安12时辰》。一开始，在互联网广泛的热烈上市中，先于《陈情令》获得冠军功能的当属长安。但在2部剧播出几天后，随着剧情的深入，信息一下子反转了。《陈情令》以激荡江湖的激荡而诡谲的合影，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在赛场上热血沸腾，一次又一次正确地提升了对剧的认可度。它吸引了许多非独特的赛事观看，粉丝群不断增长。该剧正确的第一开高走，不仅是该剧的上映喜人，而且还通过剧集户外生日庆典等方式准备的售后现场表演节目也非常出色。饶是现在叫过100亿的播放量，实在是太强大了，难以超越。这部剧的成绩比肖战和王一博还要多。3年过去了，剧中配角的职业越来越高。特别指出要从女将中捏造出来一个蒙子怡在《桃花坞》之后一举成名，女主戏续约。学姐宣璐先后与程毅、高伟光合作。新剧《白日梦的告白》开播了，她身边的男主通过比她年轻10岁的赖冠霖的方式换了。
有意思的是，刚演过弟弟的王卓成又看了一眼。云梦兄妹齐心，王卓成能当优质助攻，男女合一梦回江城。戏结束后，就变成了合作频繁的宣璐和王卓成。在《陈情令》中是有机兄妹，姐姐江燕离温和强悍，弟弟江澄偏执。性格虽是不同的，但好在两人均是纯真善良之人。对于魏无羡而言，是家人一般的存在。但可惜姐弟俩最终死别，江澄潇洒时光不在，余生只想守护好江家。两位演员之前在陈圆的时候就合作了，姐弟顺的变情侣，还是带着点虐恋情深的那种。而在新剧《白日梦》里，两人则成为好友关系。汪卓成扮演的顾文，知道宣璐出演的丹丹有喜欢的人了，秒变最强助攻。他是毒舌的，是腹黑的，但同时也是深情不移的。在剧里设定这个角色为衰神，平添一份喜剧色彩。这样的人设，感觉梦回了冤种江城。宣璐赖关霖相差10岁演情侣，后者演技曾被笑，组合新鲜但捏把汗。宣璐在剧里喜欢的是25岁的陆游园，他在现实世界是冷面禁欲系，可在幻想世界里却是一个温柔无边的男神级别厨师，此魅力无限的角色由赖关霖扮演。宣璐与其相差10岁，却要在剧目诠释几乎同龄的情侣，这个组合是绝对新鲜的。在官宣之前，大家还以为剧本是姐弟恋来着，所以才找的赖关霖，但却又是有些危险的。男主前段时间才播了与杨颖合作的《爱情应该有的样子》，在豆瓣喜的5.1分，赖关霖表现未能得到大部分观众的认可。事实上，他并非科班出身，本就是有劣势的。到目前为止演了3部剧，全是青春言情题材的，扮学生尚且能本色出演，可人设稍微复杂一点，难度上去了，这呈现出来的表演就不足够惊艳四座了。男主是让人捏了把汗，但好在宣璐足够活力。开机仪式上穿着背带裤、扎着高马丸子的他站在人群里，俨然是个青春少女的模样。这样与赖关霖站在一起，氛围磁场是贴的。那么就期待这对意想不到的荧幕情侣能够带给大家惊喜吧。